啊，奉化牛肉面，台湾有好多牛肉面。这个台湾牛肉面好像地方特产是吧？我看到有些视频里面写，哇，这量真足啊，都是真货啊，这个实货呀。我这里吃的有一些牛肉面真的是一言难尽。所以说源头，我想台湾牛肉面的源头应该是在奉化吧，所以奉化牛肉面很有名。这怎么有个金拱门？金拱门，这名字绝了，就是蒋介石他年轻时候的成长起来的地方啊。一直往前面走，就是盐铺，这是他的家产，就是祖宗留下来的产业，经营盐商生意。那个盐在古代的时候，真的，这每个人都得吃啊，所以这个生意绝了，这个生意是绝了的，哇！非常大啊，非常宽广，这条溪也非常宽广。你看，这水也特别足，这比那个岩头古村那个水大多了，水也特别清澈。看到吗？这水很清澈。哇，分号房到了，这就是著名的分号房啊。我其实并不喜欢那种巨量化的钢筋水泥土，这种小的挺雅致的房子挺有味道。这就是蒋介石的故居了，分号房。蒋公先生的家到啦。一个孩提时代成长的环境对一个人的影响是决定性的，所以有些人用一辈子疗伤嘛，对吧？青少年或者怎么样，有些人因为孩童时代过得好，一辈子就有享不完的这一笔精神财富。哇，素居，这名字我很喜欢，素居。往哪个方向走呢？你看，整个格调非常的清爽舒服，就人就是这个风水之类的东西挺有道理的。外面的就是你的内心，外面的舒适整洁，你的内心也会变得安宁安康。宁波不是，这台湾不是有一条火车叫做什么安康线啊，对吧？哇！会客厅。我们江浙一带很多家里都有松兰亭竹啊，那个叫什么旁边叫做文房四友啊之类的。报本堂，哇！蒋经国与蒋方良在分号房补充婚礼。蒋氏七代戏。这就是四合院方正。上面应该是福禄寿。这餐厅啊，中式餐厅。这个餐厅刚好前面是后花园嘛，这是后花园啊，吃饱了饭刚好出去逛逛，特别好，一整套的。2楼现在封闭了，上不去。这里是烧饭的地方，这个应该是下人吃饭的地方。这个就是佣人啊，他们下人烧完饭，主人就在刚才那个餐厅里吃，他们下人就在这边吃。3眼灶，
我奶奶家以前家里也有这种商眼灶。腊肉，应该我们这里不太吃腊肉啊，这是鱼吧？应该鱼。石板，青石板，这种石板的话，红色的石板比青的更好。你看，这里都是红色的石板。参天大树，孝子梯，这蒋公先生特别的孝顺啊。他老母亲应该是中国古代恶习，传小脚。这个为了上楼梯方便，故意做了窄的，双手可以扶。中国一向都是忠孝传家的这个文化。慈母旧居，蒋母旧居。王彩玉，蒋介石之母。你看这葛竹村，葛竹村就是我们前几天去过的。哇，这个真的是怎么说呢？这个床真的是，你看，我在前面介绍过了，中国古代床只开一面的，对啊，对自己原配而开。然后中国古代严格来说不是一夫多妻制，是一夫一妻多妾制，而且也不能随意的舍弃自己的老婆，他没办法自己独立更生的时候，你要养他，这个很有讲究的。而不是简单定义为一夫多妻。你看这个床，我就想起我外婆家这个床一模一样，基本上。只不过我外婆家这个墙上面都是几幅画，这个床上面都是几幅画。其实这里你看，一边是这个柜子，一边是那个厕所马桶，哇，小巧玲珑。这看上去。这里的磁场看上去特别的舒服，一点都没有恐惧的心理。这种房子往往会容易造成中式恐惧。我在那个新昌那边，也是浙江新昌那边，我看到过这个最牛逼的是6进制，6层，这里是2层的，那个是6层的，哇！但是这个床真的一点都没有让人感觉到恐惧，感觉到特别温馨的感觉。可能跟这个打光也有关系。但是气场上感觉到温馨。你看小灯一照，老人家的话就这么一个小屋子够了，不必要很大，很舒服，小小的。哇，窗中旧人今何在啊！你看这地上花纹都挺漂亮的。海南文昌人啊，宋美龄毕业于美国威尔士理学院。休息厅。很雅致，你看这个装饰就特别的雅致。其实这种设计，这个电风扇放到现在都不过时，这个设计到现在看的也不过时。这里是东厢房，哦，后花园在这里啊。哇！走进树居啊，悠然可见2棵树，这是桂花树，金桂和银桂啊，这里有介绍。
哇，是宋美龄亲手种植的，这个金桂特别的香。江浙一带，每当这个节气啊恰当时候的时候，哇，那个满院的那个桂香，然后能飘到这里种的这个桂树啊，能飘到外面，整条街上都有这个香味，特别香。有些桂树是没有香的，有些是特别的香。然后这个是东厢房，东厢房本来是蒋介石的他的夫人原配夫人毛福龄嘛住的，后来宋美龄不是要求要一夫一妻嘛，最后蒋介石跟宋美龄结婚之后，但是仍旧他的原配夫人，他就搬到了西厢房，然后宋美龄为了尊重这个毛福龄，或者是还有其他的一些什么的，反正他也没有住东厢房，然后去住了文昌阁，就是我们刚才来那一块文昌阁。那么这里写的，在10月24号，宋美龄在纽约家中去世后，靠近宋居住的东厢房的这棵银桂也随之枯死啊。这棵树是后来景区补种的。我这个想起来一个故事，在印度有一个智者，那个智者他以前在大学时代，就是在学校里面常常在一棵树下打坐，老师骂他，他说你还不如那棵树教导我的知识多。后来他大学毕业，他走了和那棵树告别，随后他离开了大学，那棵树第2年也枯死了。我想这个树跟人呢，无形之间有一种能量场的连接。哇，当然这是我一家之言啊。刚才过来那个餐厅啊，穿过餐厅，其实后花园在后面，但是这看上去也是有后花园的感觉。这棵大树，参天大树。这棵树是蒋经国和他的母亲亲手种下的，这个已经逾100年了，枝繁叶茂，就像蒋家后代一样，开枝散叶。然而当年的小主人已经，这里写的1888年病逝于台北，开枝散叶，在外头开枝散叶。这个地方呢，当年39年写的12月12日，侵华日，飞机对机口进行轰炸，然后蒋经国的母亲毛福龄到后门躲避，刚出门炸弹就爆炸了，被炸弹炸死了，墙倒了，压在了下面。然后我们刚才来的时候看到小洋楼那边有遗血实血，就是蒋经国的这个血书，他从外地赶来。蒋经国是非常孝顺的，和他母亲，他对他的母亲非常孝顺。那么整个分号房上层呢设有佛堂，蒋经国他的母亲毛福龄笃信佛教，这个念佛生生不断啊。小灯依旧亮起，微微亮。所以很多人对中国古代一夫多妻，说一夫多妻有这个误解，其实是一夫一妻多妾制，而且特别人性化的。如果你要休掉你的妻子，你的妻子没有娘家人，她无地方可去，你不能休了她，你必须要养她，就是不是像大家想的那样，好像之前我们那个东西非常野蛮，怎么的 ，no， 没那么简单。而且这个夫人的话，如果是妾的话，她是不走大门的。这个大宅子都有小门的，是从小门进来，而且纳这个妾就是纳妾，那这个妾和他们妾的家人家是不结亲戚的，和大老婆都是结下那个亲戚啊，各种各样的就是什么乱七八糟一大堆。和妾的话没有那种亲戚关系，和他们家里人给他们一笔钱就行了，好了。所以妾相对来说是挺惨的，而且夫人坐的，那妾在旁边不能坐，
在旁边你站着伺候，就是这样的。所以这个就中国的一夫一妻多妾制。所以宋美龄是何等人物啊！所以她是绝对不会忍受这种感觉的啊！所以最后，那么蒋介石他休书一份，休了他的原配老婆，但是没有把他赶出或怎么样。很多事情你不是当事人很难说。水蜜桃，奉化水蜜桃，这奉化的特产水蜜桃，奉化水蜜桃。奉化特产还有一个水蜜桃啊，巨大的水蜜桃，奉化水蜜桃很有名气。我买了一个11块钱，一个11块，哇，来试试看吧。这条街真的是舒服，很宽敞。老街里面这么宽敞的不多见。江浙那边有一条安昌古街吧，很小巧，那个河流是河旁